谁也想不到，浪漫的巴厘岛居然出现2具赤裸的中国尸体，而且还是在当地的一家5星级酒店中。这起发生在公共场所、看似简单的命案，却向着悬疑片的方向发展。一家5星级酒店号称监控完备，时时有人巡逻。可一个房间先是爬出一个血淋淋的男人，20分钟后殒命在了酒店过道中。紧接着，这个房间的浴室里又发现了一具女尸，依旧是不着一缕。奇怪的是，酒店的监控没有拍到任何嫌疑人的信息，事情俨然朝着密室凶案的方向发展。可随着死者身份的曝光，这个案子变得越发扑朔迷离。不管是当事人的各种异常举动，还是对他们身份的种种猜测，都让案子变得玄乎起来。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接着往下看。2023年的5月1日早上6点32分，当游客还未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时，巴厘岛洲际酒店前台传来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酒店工作人员的耳朵刚靠近听筒，就听到一阵急忙的呼救。我是4228的房客，我听到走廊上有人呼救，还发出了低吟声。你们快来看看吧。对于这种常规的求助电话，酒店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特别在意，他们猜测可能是有人身体不适，便花了一点时间拿了一把轮椅，这才往4228房间所在的楼层跑去。可刚一出电梯，工作人员就傻眼了，只见一个血淋淋的人躺在酒店的过道中，身体一动不动，身后还留着一段长长的爬行血痕。工作人员仗着胆子朝地上的血人跑去，发现那个人已经没有了呼吸，赶忙叫来了安保人员。随后安保人员沿着血迹一直来到4228房间门口，房间安静的可怕，安保人员甚至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但还是朝着房间内走去。不过安保人员简单查看一番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是就在他们以为房间里没有人时，一位安保人员的尖叫声打破了房间内的平静。原来浴室里还躺着一个赤裸的女人。随后酒店工作人员就报了警，中国情侣赤身裸体命丧巴厘岛酒店。一时间国内外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自此一桩围绕谁是凶手的悬案在网上开始发酵，谁都想拼一拼事情的真相。可一连10多天，这起5星级酒店这种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命案，硬是徘徊在猜测的边缘。因为如果没有官方披露信息，网上任何传言都只是猜测，甚至是无中生有。而围绕死亡原因的猜测就有3种观点：自杀、互杀、他杀。我们来一一分析。案发不久后，2名死者的身份就有了大概的确认。男性死者李某来自广西，出生于1998年11月；女性死者程某来自江西，出生于2001年12月。同时，2人还是情侣关系。按照一般的逻辑，2个人同时死亡，没有第3人在场的话，无外乎于自杀和互杀。如果还有第3人，那还可能是他杀。不过眼下这起案件，不管是自杀还是互杀，很快就被网友排除了，因为2人身上的伤并不支持。根据法医的说法，李某身上的致命伤是一种开放性伤口，很可能是由锐器造成的，而他背部还有几处伤口，左右手都有割伤和擦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自杀是无法造成这些伤口的，而且李某是主动从房间爬出来的。如果他要自杀，为何还要在酒店的过道中求救呢？所以李某是不可能自杀的。反观程某，根据法医的说法，很可能是颈部勒痕造成的窒息。
现场照片显示，程某是死在浴室，身上也有多处淤伤，左胸和左下臂还有水泡等等。被发现的时候，口中和鼻中还有白色的泡沫，这明显是生前遭到殴打和凌虐，而不会是自杀造成的。至于互杀也不可能，李某如果有能力把程某弄得多处受伤，怎么还会被锐器所伤？作为一个柔弱的女生，程某更没有能力把李某弄出多处的淤伤后，还能把他杀死。程某如果要杀李某，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趁李某不注意时，对着他致命部位一击，并且要一击必中，否则必然要遭受剧烈的反抗，也就没有机会造成李某多处受伤。而且根据程某一位朋友的说法，两人在一起2-3年了，感情稳定，女方也比较温柔，稍微一想就知道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绝对做不出这么残忍的事儿。这样分析下来，就只剩他杀了。可是谁又能在杀死2个人后全身而退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程某是江西某高校的一名学生，家中应该还比较富裕，可以支持他出国留学，还可以在东南亚国家游玩。程某也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自己的行程，记录日常的点滴，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案发后，程某的父母就即刻动身前往巴厘岛，配合警方展开调查。反观另一方的李某，身份就显得有点扑朔迷离，比较多的说法就是开着劳斯莱斯混迹在币圈中，身家不菲。同样神秘的还有李某的父母，因为事发后，李某的父母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而是在媒体含混不清的报道中隐约有出现，并没有像程某的父母那样很早就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希望早日找到真凶。李某的父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两人都在币圈中混迹，因为逃债才跑到东南亚。可哪有人在逃债时还不忘在社交圈高调的更新状态呢？这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这说法似乎是站不住脚。既然是他杀，凶手的动机自然成了重中之重。第一动机呢，就是币圈内的人仇杀。上文提到，网友猜测李某是币圈大佬，手上的虚拟币达2个亿，加上平时为人比较高调，容易遭人嫉妒。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本就币圈盛行，不管是合法还是一些暗箱操作的手段，短期内极具敛财，断人财路，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必须要除掉。这一点从程某表现出的溺水特征可以猜测，他生前遭受了类似把脑袋按在水里的逼问，行凶者唯一想获取的可能就是虚拟币的密码，在逼问无果的情况下，这才痛下杀手。李某身上的多处伤痕也可能是由此而来，不过他可能在凶手离开后突然醒过来了，这才逃出房间。另外一点就是李某的异常表现，首先就是两人到达酒店的时间不一致。程某在当天晚上8点40分到的酒店，而李某却是在0点多才到酒店大厅。到了之后，不是直接上楼，而是等着程某来接他。试想一下，一对在5一期间出游的情侣，难道不应该一起前往酒店吗？更何况酒店还是以程某的名义订的，李某难道是在害怕什么吗？还有可能就是李某因为害怕仇家找上门，这才让女友程某订酒店。可程某向来有分享生活的习惯，个人信息早就被李某的仇家掌握，这才跟到了巴厘岛。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凌晨0点50分，李某突然走出房间，在走廊上停留了7秒钟后又回到了房间。他可能是想离开，不过可能因为担心程某又留下来了。
还有人猜测是因为李某饿了又不想出门，所以在门口犹豫。因为两人随后就在凌晨1点15分点了餐，不过送餐时服务生却在房间待了大概2分钟，于1点17分离开。于是又有人猜测是服务生下的手，不过我估计也不大可能，因为短短2分钟，服务生不仅把2个人弄成满身淤伤，一个勒死，一个刺死，还不让周边的人听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据后来同住一层的客人回忆，当天晚上并没有听见什么异常的响动。第二个动机就是李某父母带来的隐患。案发后，关于李某父母几乎得不到任何信息，他们背后有没有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像李某一样在灰色产业中游走，没有人知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配合警方调查就意味着要暴露其他的事，这才导致李某的父母迟迟不肯出面。否则为人父母，眼看儿子身死，为何不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查明真相，而是支支吾吾的不肯露面呢？不过不管动机如何，这个未知的第三人是如何掩人耳目，避开酒店监控，成功杀死2个人后又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是最让人困惑的。如果不是对酒店了如指掌，又如何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呢？如果能对酒店了如指掌，是不是就意味着凶手是本地人呢？因为如果凶手是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跟过来的，如何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熟悉酒店呢？虽然有知情的网友说案发的洲际酒店存在安全漏洞，可以从沙滩直接翻到酒店的房间，可要做到滴水不漏还是有难度的。5月11日，印尼警方通报已形成初步报告，还表示要尽快调查到底，查明真相，坚决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通告似乎把问题再次复杂化了。比如尽快调查到底，那说明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调查清楚。这个所谓的初步报告到底初步到哪一种程度呢？是不是意味着警方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线索，还是有了实质性的线索不敢公布呢？因为印尼警方在最开始披露案情时就说自杀或者他杀还不确定，其实就倾向于释放自杀这种可能。网友猜测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地方旅游业，避免舆论发酵，因为一旦证明是当地人为事件，势必要冲击旅游业。通报中的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是不是意味着这种事其实已经发生了不止一起了？因为此前就有网友爆料自己之前在印尼遭遇过在酒店中突然昏迷的情况，等到醒来后东西就不见了，猜测是被人用一种药物迷昏了。李某和程某会不会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不过2人在半途中醒了，这才遭人灭口。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只能等待警方的通报。但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在哪儿旅游，都需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异国他乡，任何有意无意的言语或肢体冲突都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好了，您有什么想法，请在评论区留言，也欢迎订阅老贺开枪这个频道。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记得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祝福好人一生平安。